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。这次的太想到处是来到高雄 SK Am Park。最近这里的美食招商真的是越来越多，上次也才在这里拍横滨牛排的影片。今天也是特别为了新开幕的烧肉店而来，想不到还没开门也是排了一堆人。那今天也是正逢假日，所以就定了一个最早时段，免得太晚来还要排队。这次到访的店家是位于大道西3楼的烧肉 Smile。其实这个地点换过好几个店家了，看这次能不能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新气象。这由竹间餐饮集团所连锁的烧肉店，在高雄已经有3间分店了，分别是巨蛋名城店、高雄台旅店跟冈山乐购广场店，加上这间就第4间了。为了庆祝在这间百货公司开幕，所以业者当天寄出2人同行88折，4人同行68折的优惠。当然就要趁这个优惠来品尝看看。我们是预定11点的时段，所以人潮还不算多，整个空间感营造的还可以，座位还算舒适。烧肉的配备有分个人跟团体的不同，个人的话是用单人炉。团体的部分就是用这种方式。这边的用餐时间为90分钟，如果是以吃到饱的方式来讲，是有点赶。但如果是个人烧肉套餐加自助吧，就也还好，不会太赶，算是还可以接受的程度。菜单种类的部分也蛮单纯，最便宜个人套餐居然只要230元。这边菜单以烧肉为主，海鲜的部分就偏少了。至于双拼的部分，是真的 CP 值很高。自助吧的品项部分就比较少了，基本盘的双麒麟、可乐鸡、咖啡机跟一般茶饮都还是有，但唯独没有白饭。沙拉吧的菜色很丰富，算是可以推荐，但美中不足的地方没有叉子、汤匙等餐具区。但以自助吧区来讲，以最便宜的个人套餐来搭配，用230元就能享用这种等级的餐点。我个人是觉得 CP 值超级高。像这种百货公司的美食街，有些拉面店或牛排店一份就要近200元了，甚至还不一定会附饮料跟小菜。像有这种独立店面跟自助吧无限供应，我个人是会把它当成是用餐首选的店家。不知道各位观众喜欢哪种店家，也欢迎到留言区讨论。今天我点的双拼是牛五花鸡肉双拼，大份的310元，小份的230元。这个比例是大份的分量，给各位观众参考。白饭是用加点的方式，对我来讲有点可惜。如果要说这烧肉套餐有缺点的话，我觉得是牛五花切的有点小块了。这个分量就算没切的那么小块，看起来分量还是够的。肉切的太小块，配饭的味道真的差了一些。葱花也卷不太起来，算是可以加强的地方。放到烤网上，那比例更能凸显得出来。老婆是点了猪五花，厚度跟大小也比较正常一点。那由于是尝鲜的部分，所以我点了牛鸡双拼，但比较不建议点鸡肉，不太好烤。这边的烤炉就是用瓦斯炉系列，比较没有用余温烤肉的感觉。火稍微大点，很容易发炉了。火太小又要烤很久，会有点烦躁。像影片中这种牛五花厚度，我个人觉得30秒就应该要烤得差不多了。这种火候还是有点难控制啊。那这种瓦斯炉烤肉最方便的地方，自然是不用丢冰块来降温了。个人餐点的配菜就比较单调一点了，严格来讲就只有泡菜一样。旁边的葱花是搭配烧肉，如果要直接倒在饭里也可以。那如果是升级套餐，就是多一颗半熟蛋在饭上。蘸酱的配料就是椒盐粉跟辣粉，蘸酱本身的味道还算浓郁，就不用再另外加料了。但这个鸡白汤喝起来口味就见仁见智了，味道是偏咸的，一开始没注意汤名，我还以为是面汤之类的口味。
实在不能说是可以加分的餐点。这间的肉片切得太小块，反而变得很难烤。也可能是因为点了牛五花的关系，烤到一半油真的会乱喷。有带小朋友来的观众也要多加注意。我自己也在烤的过程中被喷到好几次。如果是点其他部分的肉品，应该会好一点。本来是想要点个牛舌套餐之类，但就是怕踩到雷，才先点个基本盘来试试。下次有机会再来试试其他口味吧。但食材好，烤的技术如果不好，不就是很浪费吗？虽然烤的量不是很多，但该换烤网的服务还是会有。想到以前有看过练铁砂掌的服务生，戴工地棉手套就直接换烤网了。我都想是不是都已经职业伤害，手部没感觉了。说到烧肉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蒙古烤肉那种方式，像这种都要很注意烤的状况，真的一个不留神，肉就烤焦了。如果是吃到饱的那种模式，烤肉的人根本没有时间来好好吃饭，要一直翻面、翻面再翻面，烤完一盘再接下面一盘。如果是情侣初期或是还在暧昧阶段，真的是不推荐吃这种烧烤模式的吧。根本没办法展现出优雅的一面。相对的，像蒙古烤肉那种铜盘，我就蛮喜欢的，完全不会烤焦，还能一次丢一堆肉上去，完全没有压力。但高雄除了有些夜市还有以外，路上几乎没看过这种蒙古烤肉餐厅。如果观众有相关的资讯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，改天也来拍个蒙古烤肉影片特辑。那吃饱喝足之后，也是该来个甜点尝尝，但只有这个抹茶双麒麟可以选择。先来讲讲今天的用餐感受，我是没吃过其他分店，所以也不太方便来比较。虽然当天开幕，服务人员有点手忙脚乱以外，用餐的感受是也不错。沙拉的餐点补充得很快，但取餐动线有点糟糕就是了。如果能在取餐区放点餐具就会更好。一开始没有汤匙跟叉子，吃玉米是一颗一颗夹起来慢慢吃，是在考验我的能力，还是考验我的耐性呢？那价格的部分，我是觉得蛮有竞争力的。虽然我们当天去是有88折优惠，但一克只要230元起，就有这种等级的个人套餐，也不用去集美食街，又有副餐吃到饱的加持 ，CP 值是非常高的。但相对的，可能都要是先预约定位。我们当天离场的时候约12点半，外面的排队人潮已经是要等1个小时了，所以来之前还是先打个电话来询问吧。吃完要离开了，这90分钟的用餐时间过得相当的快。本集的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一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